1000多天，普京终于开口承认战争要结束了，但剧情的走向却和莫斯科剧本里写的不太一样。5月底，普京在哈萨克斯坦表态说乌俄战争已经接近收尾，紧接着莫斯科的屋顶上就开始疯狂加装防空导弹。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能飞到3500公里外，连前线的红军村都被乌军反推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俄罗斯是真的想体面结束，还是前线已经被打得绷不住了？Next Day 新闻报道，5月底，普京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在临走前的记者会上，他谈到了战争的终局。普京明确表示，有理由认为乌俄战争已经接近结束。这话从普京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莫斯科的口径一直都是特别军事行动，将持续到所有目标实现为止。现在改口说快结束了，而且还强调是基于战场形势做出的判断。不过，当记者追问具体什么时候结束时，普京却表示无法给出准确的时限。火力军觉得普京这番表态其实就是认怂。在谈到具体战场形势时，普京承认乌克兰现在已经能非常容易地打击俄罗斯本土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普京把锅甩给了美欧，声称是因为欧洲给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所以俄罗斯本土才频频遇袭。普京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接下来会继续加强俄军的防空系统。但凡关注点战场态势的人都知道，普京这番话根本站不住脚。现在乌军使用的大部分都是乌克兰国产，至于普京说的要加强防空，火力军只能笑笑。俄罗斯的防空能力究竟是个什么水平，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无论如何，普京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领土容易被炸，这本身就代表着态度的重大转变。普京改口，火力军也能理解。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在是太猛了，射程都能突破3500公里了，甚至连图142都被炸了。根据 United 24的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的报告称，乌克兰现在的攻击型无人机射程已经突破3500公里，这已经不是战术武器的范畴了，这实际上就是一款简易版的战略巡航导弹。在这个射程的加持下，乌军可以一路打到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任何目标，覆盖俄罗斯绝大部分的核心战略要地。从乌克兰西部，比如蒂沃夫，到乌拉尔山脉东缘的重镇叶卡捷琳堡，直线距离大概在2200到2500公里左右。而35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乌军能把导弹扔到丘明或者更远的西伯利亚地带。在这个范围内藏着俄罗斯无数高价值军事目标，包括各大战略轰炸机的机场、大型兵工厂以及核心能源设施。在目前的实战记录中，乌克兰无人机最远已经成功攻击过2000公里外的目标。现在3500公里的航程摆在这里，新的打击记录被打破，估计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即使这款射程3500公里的无人机不出手，俄罗斯也顶不住。连图142这种战略级战机都被炸了。5月底，乌克兰发动了一场夜袭，把俄罗斯2架图142炸成了废铁，顺带还报销了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当时乌军的第414旅向俄罗斯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发射了数十架自杀式无人机，并成功突破火力封锁，冲向俄方的空军机场。在这波攻击中，乌军 FP2 系列摧毁了2架图142巡逻机，当时机场多处关键区域燃起了熊熊大火，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夜空，火球直冲云霄。经过初步的战损评估，俄军部署在机场附近的一套号称无法拦截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也在这场空袭中被连过端了，附近的雷达设施受损严重，整个基地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根据 United 24的深入报道，这2架被炸毁的图142自2011年以来就一直存放在塔甘罗格航空场里吃灰，直到2026年4月，这些飞机都没有移动过。但在2026年4月19日到5月19日，突然被俄军挪了位置，他们从长期停放区被迁移到了靠近工厂主生产设施雨花行道的地方。俄军挪动这些老古董的原因，要么是准备进行修复工作拉回战场，要么是想转移到其他更安全的地点，再或者俄军是想拿这些大家伙当诱饵来吸引乌克兰的空袭。如果是第三个原因，那俄军确实成功了，但代价是伊斯坎德尔也搭进去了。可能有人觉得老古董被炸了不心疼，但图142不是一般的破铜烂铁，这是莫斯科在图95的基础上专门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在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序列里被视为战略武器级别。而且就在2026年4月，北约还在挪威海域紧急升空，拦截的由图142组成的俄军机队。这就说明这些飞机依然是俄军威慑美欧的重要资产。现在在自家机坪上被无人机点名，这个面子算是丢尽了。这不是塔甘罗格第一次挨炸了，近期乌克兰已经连续2次打击这里的空军基地，而这次造成的一波损失无疑是最大的。不仅如此，俄罗斯前议员亚历山大·涅夫佐罗夫还爆了个猛料，
杰姆留克的俄联邦安全局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不仅俄军的无人机控制点与武器仓库毁坏严重，该中心的关键设施也因为被炸而被迫停止了运作。这意味着乌克兰不仅拔掉了俄军的火力点，还直接戳瞎了俄军在附近空域的眼睛，削弱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协调控制能力，为接下来的更大规模袭击提前铺路清障。面对乌军的袭击，俄罗斯的反应只有一个：加强莫斯科防空。俄罗斯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疯狂修建防空线，在莫斯科的各个高楼屋顶上部署了至少4套铠甲防空系统。据国防快报报道，莫斯科北星商务中心的屋顶上突然多出了一架铠甲 SMD-1 防空系统，把防空导弹搬上屋顶，在俄罗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2023年初，俄罗斯就把一台铠甲 S1 吊装到了俄罗斯国防部大楼屋顶上。同一时期，克里姆林宫东南的一座商业办公楼上也安装了另一套系统。没过多久，第3台铠甲 S1 又被确认安在了俄罗斯内务部总局屋顶。现在加上北星综合体，这台最新的铠甲 SMD-1，莫斯科已经公开确认了，至少有4个安装在屋顶的铠甲阵地。这几年，俄罗斯一直在扩大莫斯科周边的防空覆盖，部署了铠甲 S300、S400 等。现在来看也没什么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屋顶防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大后方不断遇袭，俄罗斯前线也不好过。乌军在红军村发动了新的反攻。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俄罗斯目前的阅读兵力损失正在不断增加，莫斯科现在已经彻底失去了进攻的动能，他们能夺取的领土比不上乌军解放的范围。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从2025年12月开始，俄罗斯在战场上就已经开始失去主动权了。到了2026年1月，泽连斯基就私下告诉了美国伙伴，认为战争已经出现了一个可以进行谈判的窗口。俄罗斯每个月都在前线填入大量的动员兵，但战线却纹丝不动。现在他们花1个月的时间，付出巨大伤亡，占领了几个村庄，面积加起来都不能超过乌军一次反攻击退的范围。这种消耗战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泽连斯基认为需要在冬天之前找到一个外交途径，坐下来谈谈。谈判的前提取决于普京对俄罗斯内部社会压力的承受度，以及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制裁压力的持续性。在谈到如果真的上了谈判桌，谁来代表欧洲参与时，泽连斯基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构架，也就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欧洲3驾马车来牵头。泽连斯基的底气来源于前线乌军实打实的战绩。在红军村侧翼，乌军取得了重大突破。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乌军成功夺回了新谢里夫卡附近的大片湿地。综合 Deep State 等专业军事记者的报道，在5月底，乌克兰部队在红军村轴线的反攻势头极猛，攻势已经迅速延伸至奥列克桑德里夫卡一带。这是乌军在红军村沿线发起的最新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攻。在沃罗涅、西奇涅维、托夫斯特、皮杜布内、新哈茨克和泽列尼海等6个地区，对俄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同时，乌军对附近俄军残留据点的清剿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俄军在这几天的激战中，在该方向至少失去了46平方公里的控制区。这在当前堑壕战僵持的背景下，绝对算得上一次战术上的大胜。面对乌军的高歌猛进，莫斯科还是老样子，沉默，暂未对此发表任何回应声明。不仅是乌克兰自己的战报，近几个月来，美欧的情报机构也早就用卫星图片证实，俄军在顿巴斯方向的推进已经渐趋停滞，反而是乌军的反攻打得有声有色，不仅稳住了防线，还在整条战线上陆陆续续收复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前线推不动，俄罗斯又想搞点盘外招。俄军仍企图采用2年前的老套路，以小股部队渗透的方式去偷袭乌克兰控制的大后方，但现在这招已经完全不灵了。收效甚微不说，还经常出去就回不来。在哈尔科夫的重镇沃夫昌斯克，俄军的指挥官整出了一手极其抽象的操作，试图用一辆废弃的卡车临时改装成一个所谓的浮桥，并妄图以此强攻渡口。结果可想而知，这辆破卡车刚下水没多久就被乌军 FPV 无人机摧毁。火力军只能说，俄军现在的战术素养有点让人没眼看。除了正面的硬刚，乌军对深远后方的中弹打击也让俄军防不胜防。乌军精锐的第3军团称，他们麾下的第3独立突击旅的作战人员对被占领的卢甘斯克地区发动了精准打击，目标就是俄罗斯的后勤路线、弹药库和装甲车辆集结地。乌克兰军方证实，这次行动打击目标位于伊兹瓦林检查站附近，这个地方距离两军交火的战斗线直线距离超过了205公里。第3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准将在评论此次行动时说了一句极其霸气的话：敌人一直声称已经完全占领并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
但今天我们要宣布，卢甘斯克地区在东斯洛伯赞什奇纳的后勤路线现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前线拉胯，后勤被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普京会突然提出想结束战争。早在5月21日，彭博社就发布过一篇文章，援引克里姆林宫知情人士的话声称，普京其实内心非常希望在年底结束乌俄战争，但普京要的面子太大，他开出的条件是要乌克兰主动撤出所有的顿巴斯地区，并且要求美欧立刻解除所有经济制裁，同时还要在外交上以法律文件的方式承认俄罗斯对乌东4州的永久占领。这些条件基辅和整个欧洲都无法接受，这不叫和谈。根据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普京之所以会开出这种脱离实际的条件，是因为他一直处于信息茧房之中。他每天在办公桌上看到的所谓战果地图，很可能是被俄军高层指挥部严重夸大甚至伪造过的。下面的人报喜不报忧，这直接让他对战场形势产生了致命的误判。不过，与普京表面上试图寻求外交出口相比，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态度还是老样子，主打一个谁也不服。5月底，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向欧洲发出了警告，他告诉全体欧盟公民，你们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与俄罗斯开战了，并警告不要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任何袭击感到惊讶。这个态度太离谱了。不久前，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越境空袭时落在了北约国家罗马尼亚的领土上，引发了欧洲的强烈抗议。梅德韦杰夫不仅不道歉，反而试图通过这种强硬的表态来恐吓欧洲，让他们闭嘴。到了5月31日，也就是第二天，梅德韦杰夫又向欧洲和乌克兰发出了升级战争的终极威胁，把核威胁搬了出来。梅德韦杰夫指责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虽然乌克兰官方立刻出面否决了这次袭击，表示自己绝对不可能炸自家的核电站，但梅德韦杰夫根本不听，他直接放出狠话，威胁称如果基辅的举动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任何灾难，俄罗斯的战略导弹部队可能会立刻引发对乌克兰境内所有核电站以及部分北约国家核电站的对等核打击。火力军看这段声明的时候都笑出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切断俄罗斯在南部走廊的后勤补给线。俄罗斯的高级领导层显然终于意识到，他们手里可能已经无法守住扎波罗热核电站。打不过怎么办？只能放狠话。梅德韦杰夫发出这种动不动就拉着全世界同归于尽的威胁，显然不是因为底气足，恰恰相反，这是心虚到了极点的表现。眼看战场全是坏消息，俄罗斯又想搞点高科技新闻来壮壮胆。最近，俄罗斯观点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版星链已投入特别军事行动区战斗。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概是吹嘘，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利用自家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为特别军事行动区前线的无人机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俄罗斯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叫做黎明，由俄罗斯私营航天公司1440局研发。2025年6月，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巴卡诺夫宣布，俄罗斯即将组建由100余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庞大卫星群，专门用于控制无人机和导弹。到了晚些时候，他又给俄罗斯民众画了一张更大的饼，宣布黎明低轨卫星群的批量部署将会在2025年12月正式启动。第一阶段的宏伟目标就是拟发射350颗卫星，随后在几年内卫星数量将暴增至900颗。该系统未来将实现对地球绝大部分地区的覆盖。饼画的又大又圆，但现实却极其骨感。从技术原理上看，黎明系统本身确实与星链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二者的卫星都是运行在距离地面大约500至600公里的低地球轨道上，并通过与用户终端、地面的专用网关以及卫星彼此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如果用户要在前线访问这些天上的数据，也同样需要配备类似星链接收器那样的有源相控阵终端。到这里听着都还算靠谱，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俄罗斯现在手里能用低轨卫星根本没几个。实际情况是，首批区16颗黎明系统试验卫星，直到2026年3月24日才被用火箭送上天。据外界推断，目前正在组建的这10几颗可怜的卫星群，将首先硬着头皮去执行军事任务，试图在所谓的网络中心站理念框架内向俄军提供通信保障。俄罗斯的专家甚至吹嘘，黎明系统控制的不仅是小型的无人机，还有贯穿整个军队的自动化指挥系统。从莫斯科的总参谋部到战壕里的单个士兵，都能通过天上的卫星及时获取所需的大数据。普京不久前也亲自下场带货，表示启动部署新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群是一项具有重大国家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俄罗斯媒体也是跟着起哄，认为这标志着该研发成果已经成功从实验室的测试阶段完全过渡到了战场的实践层面。以上这些都是俄罗斯吹的。目前天上只有可怜的16颗卫星，由于数量实在太少，它承担的任务其实顶多也就是验证性质的测试。根据轨道测算，俄罗斯这黎明系统的16颗卫星，由于轨道分布极度稀疏，
他们大约每天只有1次机会能飞越乌克兰上空。从进入乌克兰空域到飞出，理论上最多只能为俄军提供6到10分钟的高速数据传输时间。如果俄罗斯要实现类似于星链那样的常态化、系统性、无缝隙覆盖运作，该卫星群至少应扩充至100颗以上。而为了保证战场上高宽带数据传输的连续性和绝对稳定性，至少需要一次性发射200到250颗卫星在轨组网。俄罗斯虽然计划未来几年先发射300颗，然后再发射700颗，但以俄罗斯目前的航天产能与被制裁的电子元件供应链来看，战争结束这个黎明都无法使用。总的来说，从普京模糊其词的谈论战争结束，再到乌军3500公里射程的无人机，乌俄战场的攻守之势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前线红军村的反推与卢甘斯克后勤的瘫痪，证明了乌克兰正在用更高效的方式消耗俄军。而梅德韦杰夫气急败坏的核恐吓，以及俄军拿每天只能亮10分钟的卫星强行碰瓷星链，更是暴露了莫斯科在常规军事手段上的捉襟见肘。这场战争还能打多久，火力军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俄罗斯开始用嘴仗和 PPT 里的高科技来扭转战局时，他就已经输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红军村的战况会如何发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